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抹胸造型美到失语，神颜加神裙，网友狂呼她真的开挂了。赵丽颖的抹胸穿搭完美平衡优雅与灵动，仙气飘飘却不失高级感，网友盛赞这才是成年人的少女感，自信才是最美的穿搭秘诀。说到赵丽颖新曝光的这套抹胸穿搭，直接被美到挪不开眼。网友表示，这造型简直把她的优势全给拖出来了，肩颈线条像天鹅似的，往那一站自带主角光环啊，朋友们！其实明星爱穿抹胸也不稀奇，但为啥赵丽颖这一套能火成这样呢？关键还是她把优雅和灵动拿捏得太准了。有人统计过，近半年她出席活动时，有1/3都是抹胸造型，看来是真的被这套模板锁死了。有个小红薯网友评论说，抹胸配轻纱裙摆，仙气飘飘却不娘 man， 这才是成年人的少女感吧。这话真说到我心坎里了。现在很多网红穿抹胸，要么老气横秋，要么甜得发腻，赵丽颖这身就是高级感拉满，还透着俏皮。再看看老一辈影星，当年巩俐、周迅也有不少类似设计，但放在现代居然毫无违和感。这就说明啊，好造型不挑时代，就看你敢不敢尝试，还要不要气质。有次采访里，赵丽颖自己说过，抹胸选对了能显瘦遮肉，但最重要的还是自信。姐妹们记住了没？再好看的造型也扛不住自卑脸垮，穿衣打扮本质是态度问题啊。最近追星女孩们都在学她混搭技巧，比如果断把传统刺绣元素加进抹胸裙。某宝上搜索国风抹胸，直接翻了3倍销量，看来这次颖宝带货效果一级棒。有个男网友留言说，原来女人美不美真的跟年龄没关系，重点在于气场。看到颖宝这造型，我就懂为啥她剧里演女主总能发光了。这话扎心得很，难怪她这些年热度一直在线啊。当赵丽颖以一袭银色抹胸礼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，整个网络几乎陷入了集体失语状态。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一场关于女性气质、个人风格与明星光芒的集中释放。银色的闪光面料在灯光下宛如银河倾泻，而她那张被誉为神明眷顾的脸，恰如其分地承载起了这份耀眼的美。许多网友在看到她的高清生图后都不约而同地评论，她是真的开挂了。这哪里是人间美女，分明是神仙选妃下凡。赵丽颖的美一直以来都不止于表面，她的五官并非大众意义上的立体混血型，但在高清镜头前依然拥有无可挑剔的稳定性，尤其是在经历岁月积淀之后，那种从容与克制的气场已悄然在她身上生根发芽。此次抹胸礼服造型不单展示出她的身材线条与优雅体态，更是一种破茧式的蜕变。曾经被贴上甜美、邻家标签的她，如今以更加多元、更加自信的姿态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时尚身份。这一造型的走红，并非偶然。赵丽颖团队在审美与表达上的精心打磨功不可没。从礼服的材质、颜色选择，到妆发的搭配、配饰的点缀，再到她在镜头前自然的表现力，都在传递一种无声但强烈的信息。赵丽颖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荧屏角色，她正在用一种更具女性力量与主见的方式走进观众心中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套造型并不是艳压全场式的华丽堆砌，而是一种内敛中透出张力的高级感。裸肩抹胸的设计展现她锁骨与肩颈线条的绝佳比例，但却不落俗套。银色的闪光面料带来冷冽的时尚感，却因她温婉的面容而变得柔和可亲。妆容清透不浓烈，却能精准突出她五官的立体感与眼神的神采。这种对性感的处理，正是赵丽颖如今风格进化的真实体现，不是强行摆拍的张扬，而是恰到好处的克制，是从心而发的力量感。时尚是一种自我表达，而赵丽颖从不盲目跟风，也不急于展示刻意的性感，她总是在角色与现实之间
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。此次的造型无疑是他在时尚之路上的一次高分答卷，也是他在事业转型期里投下的一个美丽信号。它可以温婉，可以坚韧，也可以在星光闪耀中优雅的美得不可方物。网友们的反应也十分真实直接，这脸真是绝了，360度无死角，它适合的风格太广了，甜美、御姐、仙气通吃，一眼万年，感觉被美到停止呼吸。类似的评论刷爆各大平台，而不少网友也翻出了赵丽颖过往的红毯造型对比，惊叹她这几年的时尚进化几乎达到了质变层级。从楚乔传时期的坚毅英气，到知否知否中的婉约知性，再到如今红毯上的自由洒脱，赵丽颖用行动证明，美的本质不是模仿别人，而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与轮廓。其实，赵丽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绝非仅靠颜值二字，她的坚韧、敬业、谦逊、不断成长的态度，才是她始终闪耀的源泉。在娱乐圈这个看似浮华却竞争激烈的战场中，她用一部部作品、一场场演技、一袭袭造型，慢慢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市场的掌声。这一次抹胸礼服的惊艳亮相，也不仅仅是视觉层面的胜利，更是她个人内在气质的外在释放。时尚造型的每一次亮眼，背后都有长期训练的体态管理、情绪控制、精神建设。赵丽颖从不增一蹴而就的成为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累积、打磨，从镜头语言到身体语言，从角色气质到红毯气场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过。这种沉稳的力量，比任何外在的华服珠宝都更动人。对于喜爱她的观众来说，这种又美又稳的赵丽颖，是无数人内心的榜样。而她在美丽背后的自律和拼搏，也激励着更多普通人。哪怕不是天生顶配，只要足够努力，也可以美得理直气壮。她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，美丽是每个阶段都值得追求的东西，而真正的性感，不是暴露，也不是讨好，而是一种来自内心的强大自洽。写到这里，我们更应明白，一袭抹胸礼服之所以能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，绝不仅是颜值爆表那么简单。她是一个演员，一个女性，在岁月中生长出的风韵和智慧，是在众生喧哗中依然保有清醒与坚持的结果。赵丽颖身穿银裙惊艳众人，也许只是短短几个小时的亮相，但她所带来的共鸣与感动，却能在网友心中长久留存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支持赵丽颖的观众们说一句话：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理解与陪伴。每一份欣赏的目光，都是她前行的动力。每一条真诚的评论，都是她心中的温暖。未来，赵丽颖一定会以更多元的作品、更丰富的面貌与大家见面，而她也会继续用坚实的步伐告诉我们，属于她的时代还远未结束，她依然在路上，美丽而坚定。文旅家王一博掀起新热潮，他正在悄悄改变一座城的温度。王一博不仅是洛阳文旅大使，更以影视、音乐、探险等多领域影响力，带动全国文旅热潮。从万物可爱的美景配乐到追风者的红色旅游热，再到 Discovery 纪录片带火桂林探险，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掀起文旅新浪潮。今年是文旅大年，哈尔滨文旅在年初一马当先，引发全国各地文旅纷纷效仿追赶，掀起宣传热。王一博作为洛阳文化旅游推广大使，常常被洛阳和河南文旅用来宣传，但他的名字还频频出现在各地文旅宣传片中，为各地文化旅游助力。今年以来，王一博已有3波有关他的文旅大宣传。有些名人作为家乡旅游推广大使，得到地方文旅的宣传，但是王一博这种全国范围的各级文旅多次集体大宣传的现象，应该还从来没有过。网友笑称王一博不只是洛阳文旅大使，还是全国文旅推广大使。首先是他在跨年时发布的2首新歌《旁观者》和《万物可爱》，恰逢冬季旅游热，被很多文旅用来做宣传片背景乐，还经常在很多景点街头播放。这2首歌自带文旅气息，
旁观者尤其适配自驾游。然后第二波文旅热是为若来火出圈带来的。3月21日，追风者开播即爆火。王一博在剧中的高光演讲乘长风破万里浪，迅速被央视网文旅中国、文化旅游部、桂林文旅、洛阳文旅等几十家文旅部门引用，用追风者为家乡上分，用追风者的方式打开家乡，晒出你家乡的对比图等热门话题席卷全国各省市文旅。大大小小的文旅部门齐齐宣传的场面蔚为壮观。不少文旅还是多次发视频宣传，还有国资小新等央媒、中字头央企等单位接力助推经济良田热。我大中华4万国民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，一个遍地黄金的庞大市场。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，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，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。为若来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在祖国高速发展的今天听起来尤为让人热血沸腾。祖国的今昔对比令人振奋，充满豪情。走，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文旅部门这一波宣传取得了良好的促进旅游的效果。江西文旅、吉安文旅、瑞金文旅更是做足了宣传。为若来的一句“我要去瑞金，去走我哥走过的路”，感动无数观众。引发了我要去瑞金，去走为若来走过的路的红色旅游热。为若来的文旅宣传热潮持续了很久，直到第3波宣传。6月，白玉兰奖发生男配爆男主事件，观众们替王一博打抱不平。江西卫视、山东卫视等媒体力挺为若来是男主。新华社1个月内有12天放了王一博的歌作祖国美景美事的宣传片。渐渐的，王一博的名字再次席卷全国文旅。一来是默默支持为若来，二来是王一博的歌实在是天选的文旅金曲。三是各地文旅已深知王一博对文旅的强大推动力。这一波宣传热潮正好是暑假旅游旺季到来。我爱初春，也会爱深秋；我爱青丝，也会爱白头。优美的歌声，淡淡的人生感悟，初春深秋。青丝白头，漂泊重逢，包含着浓浓的文旅元素。每一个家乡用万物可爱打开时都那么的美。今年外国人来华游非常火热，文旅部门在这个暑假旅游季用万物可爱打开家乡，美歌美景，加上王一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，正好向海外游客做更好的宣传。王一博对文旅的推广远超出了一般的明星当文旅大使的普通效应。他的特别之处在于赛道多，影视、歌舞、运动、时尚等多领域全面开花，国内外人气高，影响面广，并且他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感，总能引起各方极大的关注。比如现在他无意间又新增了文旅赛道，比如近期他先后2次到桂林拍摄 Discovery 的探险纪录片，每次他一到达桂林与广西文旅就马上报道，顺便美景美食宣传跟上。第2次到达时，广西文旅更是用上回广西了的字眼。桂林与广西文旅反应为什么如此迅速？因为王一博不是一般的明星，也不是来随便旅个游，他的作品都是拍一部火一部。这次的纪录片可是 Discovery 的，极有可能会成为火遍全球。而且天下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但了解桂林乃至整个广西有得天独厚的探险资源的人还不够多。王一博的到来势必会在全球带旺桂林的探险旅游。提到文旅加明星，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流量的加持、短暂的曝光、走马观花式的代言。但王一博不一样，自他携手多个地方文旅项目以来，所带来的影响远超明星宣传4字。他没有刻意制造声浪，却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影响一座城市的节奏、温度与未来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他选择用安静的方式讲述一座城市的故事，也在不经意间让大众重新认识了文旅2个字的意义。王一博的独特之处在于克制，他从不喧哗，但他的一举一动总能引发共鸣。他没有喧闹的拍摄旅游宣传片，而是身着低调的服装，走进当地最真实的街道、菜市场、古巷、
山林。他不带滤镜，不讲剧本，却让观众在镜头中感受到温度。这种亲近感，既是王一博一贯以来的气质延伸，也是他对文旅项目的尊重与理解。他没有将文旅当作一个工作任务，而是当作一次深度参与，用心感受，用眼观察，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的呼吸。以某城市与王一博的文旅合作为例，自官宣之后，网络搜索指数上升超300%，短视频平台关于该地的关键词播放量突破1亿。而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这些数据背后，是一群原本并不打算旅行的人，开始对这座城心生向往。有人留言说，因为王一博，我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安静又美好的角落。也有人说，这不是一次营销，这是一次真实的人文记录。双引号。更令人深思的是，王一博的出现不仅仅带来了游客，还唤醒了城市自身的文化自信。他用最朴素的方式与地方文化共振，比如参与当地非遗体验，学习地方方言，走访小众手工艺作坊。这些行为虽然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，但却在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极大的情绪感染力。年轻人愿意听他说，愿意看他做，也愿意随着他的脚步去亲历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地方文化。这种力量来自于王一博自身的诚意，也来自于他多年来所积累的人格魅力。文旅融合不是一场简单的宣传秀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链接。王一博之所以能成功出圈，关键就在于他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文化传播者，而非代言人。他不是站在高台上推荐景点，而是走进城市的肌理之中，让大众看到一个活着的城市。他的存在不仅提升了城市的关注度，更重要的是激活了城市的情感认同。在一次采访中，王一博被问及你认为文旅推广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他没有谈数据，谈热度，而是简单的说，我觉得很多地方的美不在表面，而是在于你是否愿意真正去感受它。这句略显朴实的话，却道出了他一贯的态度。他不制造噱头，他只是真诚的去体验，而这份真诚恰好成了最好的连接。而对当地人来说，王一博的到来也让他们重新看见自己的家乡。他们在短视频下留言，我们这地方以前从来没人关注，但因为一博来了，现在大家都觉得这儿很美。这种被看见的幸福感，是任何一次营销都难以复制的。这正是王一博的文旅力量，它不仅连接了城市与游客，更连接了城市与自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对于可持续文化旅游的理解也走在行业前列。他在某次文旅拍摄期间，主动选择骑行探访而非动用大型车队，减少环境负担。他在推荐当地美食时，也特意点出小店的味道最真实。他与村落工艺师聊天时，不问你能赚多少钱，而是问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。这些细节虽然不容易在镜头中捕捉，却都深深扎根在观众的心里。他像一个沉默的引导者，用行动表达对文化的尊重，对土地的敬意。结尾时，我们不禁想问，文旅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是一次爆火的短期流量，还是一段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？或许王一博已经给出了答案，那是人与城市的彼此成全，是明星与土地的双向奔赴，是用安静的方式点燃最持久的火。观众看的是王一博的出发与抵达，但他真正带给我们的是对慢的重新理解，对真的由衷向往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明星可以不只是光环笼罩的存在，而是可以成为推动文化前行的柔性力量。如果你曾因为王一博的一帧画面而心动，如果你在他的文旅短片中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间烟火，那不妨亲自踏上一段旅程，走进那片土地，看一看那些被他悄悄点亮的城市角落。文旅不止于旅行，也不止于宣传，它是一种共情的艺术，而王一博正是在做最温柔的那一部分连接者。下一站会不会就是你心中那片想去又未去的远方？
愿你我都有勇气踏出这一步，也愿每一座城市都能拥有自己的王一博时刻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